如果你打开手机日历，翻到2026年6月6日，那一天距离现在已经没有几周了。而在那一天的协调世界时0时，根据一位自称来自2582年的时间旅行者所说，地球将陷入长达整整3天的黑暗。在这3天之中，他留给我们5句最后的警告。第一句，不要看他们；第二句，不要抬头看天上金字塔发出的光；第三句，除了蜡烛以外，不要使用任何人造光源；第四句，待在家里，做好准备；第5句，你已经被警告了。短短不到50个字，却字字惊悚。更诡异的是，当你回头去翻查这位未来人2582的 TikTok 账号，你会发现一件事，他发过很多预言，有些应验，有些没应验。没应验的那些他会默默删掉。可是这条2026年6月6日的影片不仅没被删，浏览量还飙破40多万，粉丝冲到63万，按赞总数累积700万。在他被网络机构陆续封禁，账号数度起死回生的过程中，这条警告就像一颗钉子，被牢牢钉在网络时间线上。从2021年4月那则影片发布开始，整整5年没有人忘掉它。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把这位未来人的5句警告跟人类历史上几段最著名的3天黑暗预言对照时，赫然发现他们根本就是同一个版本的不同翻译。3400年前的古埃及，19世纪意大利的天主教神秘主义者，唐朝袁天罡和李淳风写下的推背图第46象，乃至于美国1780年确实发生过的黑暗日，这些跨越时空的记载居然都指向同一个画面，同样的禁忌，同样的解法。蜡烛，为什么是蜡烛？为什么不能开灯？为什么不能往天上看？那些不能看的他们又是谁？今天这集我们就一起翻开这份厚厚的卷宗，把5年前那段被遗忘的末日警告和历史深处的古老预言并排放在桌上，看看2026年6月6日那扇门背后到底藏着什么。一个被删了又活，活了又删的 TikTok 账号。事情要从2021年4月27日那个星期二说起。那一天 TikTok 平台上一个名叫时间旅行者2582的账号发布了一条短影片，画面用的不是什么 NASA 级的卫星照片，也不是电影特效，而是直接从美国恐怖片迷雾里剪了一段浓雾吞没小镇的画面，配上字幕就是那段我们前面念过的英文。从协调世界时2026年6月6日0时开始，地球将进入3天的黑暗。不要看他们，不要抬头看天上金字塔发出的光，除了蜡烛以外，不要使用任何人造光源，待在家里，做好准备，你已经被警告了。这条影片被归类在标签未来预言时间旅行者底下，只有短短20秒，但发出去之后，事情完全失控。短短1周之内，浏览量冲破40万，留言区被网友灌爆。有人写，我已经把这个末日标记在我的手机行事历里，虽然我超级怀疑。有人写，拜托告诉我这不是真的，我怕黑，而且我家里没有蜡烛，我可不可以用电视或手机照明？也有人冷静分析，这个人发过好几条预言，没应验的就删掉，根本不能信。可是真正让网友头皮发麻的是这位未来人的回应。当有人追问金字塔的光到底是什么，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他只回了一句，我会在后面的影片中详细说明，这应该可以解开你所有的疑问。然后就是漫长的吊胃口，他陆续发了一些零碎的预言。2023年10月23日将推出某款热门电玩，一位名叫埃斯特旺的足球小将会在2023年4月26日在巴西诞生，并在2107年离世。南极洲将出现大型不明物体，深空中会传来奇怪的讯号等等。有些预言意外的命中了，比如那位巴西小将真的成了焦点，球迷疯传这是时间旅行者的证据。有些则没对上，他就把影片悄悄删掉。这套打法其实很经典，丢出大量预言，命中的留着当神迹，没命中的直接抹掉，然后把最大、最不可验证、时间还没到的那条定在账号最上面。2026年6月6日，这条钉子就一直钉到了今天。于是问题来了，如果这只是一个 TikTok 流量魔人的标准操作，他完全可以随便编一个普通灾难，地震、洪水、战争、瘟疫，都比3天黑暗加上蜡烛加上金字塔光柱要简单得多。为什么他偏偏选了这套组合？
3天，黑暗，蜡烛，不能往外看，不能往上看，光来自天上的金字塔。这套组合不是随便编的，它有来历。它的来历之古老，之系统，之分布在不同文明之间，会让你倒吸一口凉气。5句警告，每一句都不简单。我们先停下来，把那5句警告一句一句拆开看，因为它们真的不像一个无聊网红随手写出来的剧本台词。第一句，不要看他们。注意，这里用的是他们，不是他，不是某个现象，是一群有意识的、有意志的存在。这暗示3天黑暗不是天文现象，不是火山爆发，不是末日彗星，而是某种主动降临的东西，看就会出事。这是一种典型的禁忌结构，类似你小时候奶奶告诉你晚上不要对着镜子看，不要回头看身后喊你名字的那种感觉。第二句，不要抬头看天上金字塔发出的光。为什么是金字塔？为什么会发光？古埃及金字塔本身就是太阳崇拜的建筑，金字塔尖在太阳底下会闪闪发亮，象征太阳神拉的化身。但2582的这句话，金字塔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而且会发出光，这非常奇怪。在 UFO 爱好者的圈子里，金字塔造型的飞行器是个老梗了。从1960年代到2021年五角大厦解密的军方影片，都有目击记录称看到三角形或金字塔形状的不明飞行物。如果按阴谋论的解读，未来人是在告诉我们，那一天这些东西会集体现身，而且不是让人看到的，是让人不要看的。第3句，除了蜡烛以外，不要使用任何人造光源。这句话最吊诡，如果只是停电，你开手电筒、点灯笼、用手机照明都应该可以，为什么偏偏只能用蜡烛？蜡烛和手电筒的差别在哪里？物理上的差别是什么？化学上的差别是什么？还是说这个差别根本不在物理化学，而在某种更老、更深的层次？这句话在我们等下要讲到的安娜太极预言里会出现一模一样的版本，一模一样。第4句，待在家里，这意味着外面有东西，不是辐射，不是毒气，因为辐射毒气会穿透墙壁，蜡烛也挡不住，是某种会在外面游荡，但不会主动进入家门的东西。这也是非常古老的概念。所有古文明的鬼怪传说都有一条规矩，邪物不能擅自越过门槛。逾越节，以色列人在门框涂羔羊血的习俗，正是这种观念的源头之一。第5句，你已经被警告了，这是最让人发毛的一句。它不是请求，不是建议，而是一种冷冷的告知。我已经尽到通知你的义务，剩下的你自己负责。把这5句话放在一起读，你会发现它的逻辑结构非常完整，完整到不像是一个随手写的剧本。它有对象，有威胁来源，有禁忌行为，有保护方法，有警告口吻。这比较像是有人从一份古老的文献里把某段预言复制贴上，再翻译成英文发到了 TikTok 上面。那这份古老的文献到底长什么样？为什么是6月6日？在继续挖预言的源头之前，我们得先处理一个不能不问的问题：为什么是6月6日？这个日期是随便挑的吗？如果你打开西方文化里跟末日相关的所有素材，你会发现6这个数字本身就带着一种特殊的暗影。启示录第13章18节写得很清楚，那兽的数字是666，这是人的数字。从中世纪开始，666就被视为敌基督的记号，后来进入流行文化，从电影《胸罩》到无数恐怖小说，都把6月6日视为魔鬼的生日。2006年6月6日当天，全球甚至有不少准妈妈特地剖腹避开这个日子，怕孩子带着魔鬼印记出生。但这还不是6月6日唯一的诡异之处。在天文学上，2026年6月6日这一天，太阳刚好会出现一次相对活跃的活动周期高峰附近的尾声。这是基于太阳11年周期的推算，如果第25太阳周期继续维持目前的活跃度，2026年中正是太阳闪焰最频繁的时段之一。而最强的太阳风暴常常在周期高峰过后才爆发，因为高峰前累积的磁场能量需要时间释放。1859年的卡林顿事件就发生在第10太阳周期的下行段。更进一步看历法，2026年的6月6日是星期六，在犹太传统里，周六是安息日，是神创世第7天的前一天。在天主教传统里，
这一天刚好落在五旬节之后不久，是圣三主日的前夕。对熟悉宗教历法的人来说，这个日期落在一个过渡时间点，旧的周期结束，新的还没开始，是传说中各种异象最容易发生的缝隙日。当然，这些都是事后诸葛的解读，但你不能否认，当2582在2021年4月那则影片里选择6月6日这个日期时，他选的不是随便一天，而是一个在西方文化、宗教历法、天文周期上都有暗示的日子。如果他是个乱编的网红，这个日期巧得太离谱；如果他真的是某种设局者，这个日期的选择就带着一层精心计算过的味道。无论是哪一种，2021年定下的这颗钉子，到2026年的今天，距离应验只剩几个礼拜。3400年前，第一次的3天黑暗。要找答案，我们得先回到3400年前的尼罗河畔，那是公元前13世纪左右。希伯来人，也就是后来的以色列人，已经在埃及做了400年的奴隶。他们的祖先当年因为迦南闹饥荒，逃难到埃及，一开始受到法老优待，但约瑟死后，新法老上台，看到希伯来人越生越多，怕他们跟外敌勾结，就把整个民族打成奴工，每天盖金字塔、烧砖、和泥，男婴一出生就被丢进尼罗河。就在这种绝望中，一个叫摩西的人走了出来。他原本是希伯来人，婴儿时被母亲放进芦苇篮飘在河上，被法老的女儿捡到当成自己孩子养大，受最高等的埃及教育。长大后，他发现自己真实的身份，目睹同胞被埃及监工殴打，怒而杀人，逃到旷野当牧羊人。在旷野里的某个午后，他在河烈山上看见一丛燃烧却不焚毁的荆棘，从荆棘里传来一个声音，自称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命令摩西回埃及，告诉法老放走以色列人。法老当然不放，于是耶和华透过摩西，在埃及一连降下了10场灾难。第一灾，尼罗河水变成血，鱼全部死光，7天不能喝。第二灾，青蛙从河里爬上来铺天盖地。第三灾，虱子满身。第四灾，苍蝇满屋。第五灾，牲畜得瘟疫倒闭。第六灾，人和动物身上长出恶疮。第七灾，史无前例的大冰雹混着火球从天而降。第八灾，蝗虫多到吃光所有植物。每次降灾，法老都会慌张地请摩西求情，等灾难一停，又马上反悔继续硬撑，直到第9灾。圣经出埃及记第10章21到29节写得非常精确。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住。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3天。3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注意这几个关键词：3天，伸手不见五指；黑暗似乎摸得住，没人敢离开家门，唯有以色列人家中有光。是不是觉得很熟悉？把这段圣经文字和未来人2582的5句警告摆在一起，你会发现他们惊人的一致。3天黑暗对应3天黑暗，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对应待在家里。这黑暗似乎摸得住对应不要看他们，因为黑暗变成有实体的东西可以摸到，那它就不只是缺光，而是某种有形的存在。最妙的是，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意思是在那种绝对黑暗中，仍然有一种光是被允许的。在当时，那种光当然只能来自油灯和烛火。圣经没有解释这场黑暗的成因，只说它是耶和华的审判，是针对埃及人最重要的太阳神拉所发动的精准打击。古埃及人崇拜太阳神，金字塔的建筑结构就是设计来导引太阳神的能量。摩西的这场黑暗等于是当着埃及人的面把他们的神给扣了。3天3夜不见太阳，连从尼罗河汲水的奴仆都不敢出门。法老本人在第3天终于崩溃，召摩西进宫说，你们可以走，但牲畜要留下。摩西说不行，全部要带走。法老气到要杀他，摩西冷冷回了一句，你说的对，我以后不会再见你的面。然后就有了第10灾，杀长子。整个埃及一夜之间哭声震天，逾越节从此诞生。这就是3天黑暗预言的最古老版本，3400年前刻在出埃及记的羊皮卷上。一群人锁在家里，外面是不能直视的黑暗，
唯有家中还有光，唯有家中还有人活着。1837年，罗马，一位主妇的小太阳。时间快转3000年，故事的场景换到19世纪的罗马。那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主妇，名叫安娜玛利亚泰吉，出生于1769年的意大利锡耶纳。父母原本是中产，后来破产，全家搬到罗马。安娜只读了2年小学就出去打工，帮家里分担。她在当女佣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叫多明戈的年轻人，性格粗暴但虔诚。安娜不在意他的脾气，嫁了，生了7个孩子，过住最普通不过的罗马底层生活，洗衣、做饭、带孩子，在教堂祷告。可是从1790年开始，这位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主妇眼前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她说，她看到一个发光的小太阳悬浮在她视野的某个角落，在这个小太阳里面，她可以清楚看到过去和未来，一些她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事情，她都看到了，而且后来都应验了。什么事情？比如说，她预言了拿破仑将战败、被流放，然后给出确切的时间。他预言了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会在临终前秘密改信天主教，这在当时是政治禁忌。他预言了他死后第2天罗马会爆发瘟疫，结果真的爆发了。他预言了好几位主教神父确切的死期，全部命中。他不认字，但能读心，能看到别人在想什么。他还会悬浮，能透过祷告医病。他死后18年尸体不腐，还散发香气。这些事情并不是粉丝脑补的。一位名叫娜塔莉的神父，当时是教廷里的高级仆役，做了他长达25年的告解神父。他用严谨的天主教审查标准，把安娜每天看到的异象一字一句记下来，累积到4000多页手稿。这份手稿后来在他死后送进梵蒂冈，由教廷正式组成的丰盛调查团逐项验证。1906年，教宗毕月10世宣告他德性卓著。1920年5月20日，教宗本笃15世将他正式列入真福品，也就是离正式丰盛只差1步的那一级。他的遗体至今还停放在罗马圣克里索戈努斯圣殿的小堂里，依旧保持完整。而在这4000多页手稿之中，有一段预言被历代神学家反复引述，称为3天黑暗预言。安娜说，神将会降下2种惩罚，第一种来自地上，是战争、革命、瘟疫和各样灾祸，这部分人类自己已经在做了。第2种来自天上，他说将有一场浓密的黑暗笼罩整个地球，持续3天3夜，在这3天里什么都看不见，空气中充满瘟疫，但这瘟疫主要杀害的是教会的敌人，包括明的和暗的。在这场黑暗中，使用任何人造光源都将不可能，唯有经过祝圣的蜂蜡蜡烛可以点得着。出于好奇打开窗户看一眼的人，或是离开家门的人，都会当场死亡。在这3天里，人们应该待在家里，念玫瑰经，向神祈求怜悯。空气将被恶魔感染，恶魔会以各种可怕的形体出现。3天结束后，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将从天而降，宣告新教宗的诞生，世界将迎来和平。朋友，我请你重看一次未来人2582的那5句话，不要看他们。安娜说，恶魔会以各种可怕的形体出现。不要抬头看天上金字塔发出的光。安娜说，将有一场浓密的黑暗笼罩整个地球。除了蜡烛以外，不要使用任何人造光源。安娜说，使用任何人造光源都将不可能，唯有蜡烛可以点燃。待在家里。安娜说，离开家门的人会当场死亡。你已经被警告了。安娜说，这是给人类的最后机会。这已经不是雷同了，这根本就是把同一段预言从19世纪意大利文翻译成21世纪英文，再剪上一段恐怖片画面发到 TikTok。 同样的3天，同样的黑暗，同样的禁忌，同样的蜡烛，同样的不能往外看。180多年前的意大利罗马主妇跟2021年 TikTok 上的所谓未来人讲的是一字不差的同一件事，为什么偏偏是蜡烛？这就带出一个很多人看到这里都会问的问题，为什么非得是蜡烛？不能用煤油灯吗？不能点瓦斯炉吗？不能用太阳能板储存的电池吗？不能用化学荧光棒吗？为什么安娜太极会明确指出蜂蜡蜡烛，而未来人2582会直接写出了蜡烛以外？这要从天主教的神学讲起。在天主教的传统里，
蜂蜡蜡烛是有神学意义的。蜂蜡由蜜蜂采集花粉酿成，被视为大自然中最洁净的物质之一。从中世纪开始，所有弥撒和圣礼所用的蜡烛都必须是蜂蜡制成的，并且要经过神父祝圣。蜂蜡蜡烛的火焰象征基督的人性、神性和灵魂三位一体。每年复活节前夜，天主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叫做复活蜡，就是点燃一根巨大的蜂蜡烛，象征基督从死里复活，光照人间。所以在天主教的观念里，蜂蜡蜡烛不只是物理层面的光源，它本质上是被升格成一种神圣物品的，它的光是被神祝福过的光。回头看摩西的第9灾，当埃及全境陷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时，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那个亮光是用什么点燃的？在公元前13世纪的近东，普通家庭的照明就是橄榄油灯和寿枝烛，但以色列人在屋内是被神特别保护的。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灯是被神祝圣过的，是有资格在那场黑暗中存在的光源。未来人2582的版本虽然把蜂蜡、祝圣、十字架这些天主教元素全部抽掉，只留下纯粹的蜡烛2个字，但本质上保留了那个最古老的禁忌，能在3天黑暗中存在的光必须是火焰之光，必须是有机之光，必须是某种跟人类最古老的仪式相连的光。 LED 不行，日光灯不行，手机荧幕不行。为什么？没有人能用物理化学去解释，但所有相关的预言版本都一致地强调这一点，几千年没变。这就让人不得不想，会不会这个3天黑暗本来就不是一个物理事件，而是某种横跨物理与形上层面的事件？它不是太阳被遮住那么简单，而是某种规则的暂时翻转。在这种翻转之中，现代电子设备就像被某种立场排斥，发不出光，或者发出来的光本身会引来禁忌中的它们。只有最古老、最原始、最有仪式感的火焰才能在这场规则翻转中幸存。听起来像玄幻小说，但类似的思路在中国的古籍里也有，叫做大事不可用电。我们等下会讲到推背图第46象，暗暗阴霾。从意大利罗马把镜头转回东方，我们来看推背图。推背图是中国最神秘的预言奇书，相传由唐朝2位天文学家袁天罡和李淳风合著，用60象图谶预言了从唐朝开始1000多年的中国国运。历代版本很多，但金圣叹批注的明末版本被认为是最权威的。前面40多象几乎全都应验，从武则天称帝、安史之乱、宋朝开国、蒙古入主、明清更替，到清末割地、民国召见、抗日战争、共产党建政，一个一个按时间顺序对上号。而现在最受关注的就是第46象。这一象的图画上有一位老者，身穿长袍，紧握双拳，怒目而视，头上戴着一顶奇特的帽子，形状像一对翅膀。谶语只有16个字：暗暗阴霾，杀不用刀，万人不死，一人难逃。宋词则是：有一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关于这项的破解，过去几十年有上百种版本。有人说那位紧握双拳的老者是中共某位领导人，因为帽子像翅膀组成一个习字。有人说白头翁是美国的川普，因为他白发、年长、强硬。有人说杀不用刀是经济战，是关税战，是金融制裁。有人说勇士后门入地宫指的是政变，是军人从中南海后门突袭。这些政治解读很有趣，但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谶语本身的字面意思，而不是它指的具体是哪个人。暗暗阴霾，注意这4个字。阴霾2个字现在我们听起来像是空气污染，但在唐朝，阴霾指的是天昏地暗、不见日月的特殊天象，暗暗则是一种非常深沉的暗，是黑的让你心里发闷的那种暗。把这4个字翻译成现代白话，就是天空陷入一片可怕的黑暗。杀不用刀，怎么杀人？不用刀，那用什么？用瘟疫，用毒气，用看不见的东西。万人不死，一人难逃。万人指普通百姓，他们能活下来，一人难逃。这个一人，金圣叹当年批注说是君王昏聩，被勇士仗义出兵讨伐，所以唯独那一人逃不了。但你把这4句连起来看，就会发现一个画面：天昏地暗，
瘟疫蔓延，普通人关在家里躲过一劫，但某些人却一个都跑不掉。朋友，这个画面跟安娜太极的预言一不一样？安娜说，空气中充满瘟疫，但主要杀害的是教会的敌人，万人不死，那些教会以外的普通人不会死，一人难逃，但教会的敌人，包括明的和暗的，一个都跑不掉，一字不差。换句话说，推背图第46象的谶语，跟天主教安娜太极的3天黑暗预言，跟未来人2582的 TikTok 警告，又是同一个版本的不同翻译，一个写于唐朝，一个写于19世纪的意大利，一个发于2021年的 TikTok， 3个版本互相不认识，3个版本却长着同一张脸。而最妙的是，金圣叹给推背图第46象批的卦象是涣卦，涣的本意是流散、瓦解、砍下巽上，下面是水，上面是风，象征某种秩序在风的吹散之下崩溃。如果把这个卦象理解成天上的东西被风吹散，地上的人陷入流散，那不就是预言中那场全球性的黑暗、混乱，躲在家里靠蜡烛度日的场景吗？未来人这个梗到底是不是只有他一个？讲到这里，可能你心里有个疑问，网络上自称未来人的多得像菜市场摊贩，每隔几年就冒出一个新的，为什么偏偏这个2582会被认真看待？这个问题很合理，所以我们来盘点一下，在2582之前，网络上至少出现过3位最有名的未来人，他们的命中率差距惊人。第一位是来自2062年的未来人，这位是日本网络传奇，2010年11月14日首次出现在日本最大论坛 Arch 上。当时他发了一篇看起来莫名其妙的帖子，预言2011年3月11日会有大事，叫大家逃到山上去。当时没人理他，因为日本论坛上每天都有自称未来人的疯子。可是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加海啸爆发，福岛核电厂熔毁，死了将近2万人。那条叫人逃到山上去的帖子被网友翻出来，整个日本都炸了。但这位2062未来人没就此打住，他预言2016年4月会发生重大事件，并指明4月15日他会回来。结果4月14日熊本前震，4月16日凌晨熊本主震规模 7.3， 造成200多人死亡，又一次命中。然后他又说5月17日会回来，结果5月16日茨城发生地震，日本网友从此把他奉为真神，连结婚算日子都来请示。可是真神也有翻车的时候，这位未来人后来预言中国将消失，亚洲将是印度的天下。结果5年后印度爆发新冠超级培养皿，连带整个南亚陷入危机。他的中国消失预言到2026年的今天还没任何要应验的迹象，所以网友对他的态度从崇拜变成有兴趣听听看。第二位是来自2256年的未来人，名叫安德鲁·卡尔森。2003年3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突然抓到一个股票投资人，这人从800美元起家，做了126笔短线，每一笔买进都立刻大涨，从没失手过。几个月内赚到 3.5 亿美元。联邦调查局接手调查，这位卡尔森招供说自己来自2256年，回到2003年是想小规模操作内线交易，没想到操作上瘾。联邦调查局只关心一件事，怎么回到2256年的时间机器在哪里？卡尔森拒绝透露，最后被人以100万美元保释后人间蒸发。这个故事登在世界新闻周刊上，那种小报的可信度本来就不高，所以多半只是都市传说。第三位是哈维尔，自称来自2027年。他在 TikTok 上发了好几条影片，说自己一觉醒来世界空无一人，街上没车，家里没人，超市还亮着灯，但完全没人结账。他的影片真实感很强，画面像纪录片，影像里的世界干净的像布景，但他的所有预言都还没到验证时间，目前看起来更像是行为艺术。第四位是日本另一位自称来自2058年的，名叫国分玲。他预言过几次小事件，但都不够精准，后来流量也滑落了。把这几位未来人放在一起跟2582对比，你会发现2582有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其他人预言的大多是某天会有地震，某年某国消失，某个球员会出名，这些都是孤立的事件，可以对也可以错。但2582预言的不是事件，而是一场跟人类最古老预言完全吻合的末日场景。他不是猜中一次地震就走，
他是把摩西第9灾、安纳太极的3天黑暗、推背图第46象3个独立来源、相隔几千年的预言浓缩成50个英文字，丢到 TikTok 上。这个动作本身就太精准了，精准到你会怀疑发这个账号的人要么真的看过某种秘密文献，要么真的从某个时间点来到我们这里，要么就是一位对历代神秘学如数家珍的高人，故意拿这些古老预言织了一张网，丢到网络上看会调出什么。无论是哪一种，2026年6月6日这个日期已经被全球几百万个眼睛同时盯住了。1780年5月19日，一个真的发生过的黑暗日。但话说回来，3天黑暗到底有没有可能在物理层面真的发生？我们有没有任何历史记录可以证明白天突然变黑，人需要点蜡烛度日的事件曾经在地球上实际发生过？答案是有，而且就发生在240多年前的北美洲。那是1780年5月19日，正值美国独立战争打到一半，当时北美13州还在跟英军对抗。乔治·华盛顿驻扎在纽泽西州莫里斯敦的军营里。早上9点多，新英格兰地区的天空开始出现异象。哈佛大学的天文学教授塞缪尔·威廉斯在剑桥市观察到，太阳变成了一种诡异的铜红色，空气中飘着烧焦味。到了上午10点半，整个天空已经陷入夜晚一般的黑暗。不是日食，日食已经被天文学家排除，那一天根本没有日食，也不是雷雨。当时虽然下了短时间的小雨，但很快就停了。可是黑暗持续存在，从缅因州一路覆盖到纽泽西州，南北绵延600多公里。据当时的目击者描述，整个现象诡异得让人发毛。鸡群在中午回笼，以为天黑了；青蛙开始鸣叫，蝙蝠飞出洞穴，花朵把花瓣合起来，鸟类找不到方向撞上树干，水井里的水变黑，散发出煤烟味。雨水里带有黑色的灰烬，落在地上像撒了一层墨。最让人发毛的是，没有人知道这黑暗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因为当时根本没有电报，没有电话，没有卫星。新英格兰的居民只能在自己的小镇上面对这一切，跟1000多年前的埃及人一模一样。他们点起蜡烛，没有蜡烛的点起油灯，男人哭泣，女人祷告。麻州的小镇里，牧师挤满教堂，带领信徒唱诗。康乃狄克州议会当场讨论是否要散会，因为议员们相信末日已经来临。天文学家、神学家、农民，每个人都试图解释，但解释一律失败。有人说是流星撞地球，有人说是火山爆发，可是当年并没有大型火山爆发记录。有人说是太阳被某颗神秘大星挡住，但从天文计算上说不通。英国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后来甚至写下这样一句话：新英格兰的黑暗日是大自然众多奇异现象中最让哲学感到无能为力的一个。直到200多年后，2008年，密苏里大学的研究团队用数轮火痕分析法才终于找到答案。原来那段时间，加拿大安大略省阿冈昆高地的森林发生了大规模野火，连续燃烧数周，巨量浓烟随着高空气流南下，跟新英格兰沿海的浓雾结合，形成一个几乎不透光的高空烟幕，笼罩了整个美国东北部。是一场森林大火加上海上浓雾加上特殊气象条件的3重叠加。但这个解释虽然合理，却只能解释1780年那一次的局部黑暗。真正的问题是，当年的人没有任何方式预知这场黑暗，也没有人提前1个月跑来告诉你说5月19日早上10点开始，麻州会陷入黑暗，请点蜡烛，待在家里。而2582做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件事，提前5年告诉你，2026年6月6日0时开始，全球将陷入3天黑暗，请点蜡烛，待在家里。而新英格兰黑暗日并不是地球上唯一一次无预警陷入诡异黑暗的记录。1881年9月6日，新英格兰再次重演类似事件，被当时的居民称为黄日。那一天，天空变成一种病态的硫磺黄色，太阳看起来像一颗生锈的铜钱，空气中弥漫着像煤焦油的气味。鸡群再次回笼，人们再次点起蜡烛，原因依然是加拿大大火加上特殊气象条件。1950年9月24日，加拿大艾伯塔省发生史上最猛烈的森林大火，烟尘飘到欧洲，连苏格兰都拍到太阳变成蓝紫色的诡异照片。
1951年的某天，密西根州也出现过著名的苏必略黑日，有居民用油灯点亮3个多小时。换句话说，地球并不是不会突然黑下来，它黑过很多次，只不过每次的范围、持续时间都还没有达到3天而已。如果某种更大尺度的条件同时触发，比如太阳风暴加上大型火山加上极端气象，3天黑暗在物理上未必那么遥不可及。预言中的场景其实一直都在地球的灾难曲线上，只是规模在被推高一个量级。如果真的要黑3天，物理上可能吗？从科学的角度看，要让整个地球陷入3天连续的黑暗，到底有哪些可能？第一种，最浪漫但最不可能，行星级的天体挡在太阳和地球中间，月亮挡住太阳，我们叫日食，但月亮太小，最长的日全食在2017年那次也只持续7分28秒。要遮蔽整个地球3天，需要一个比地球还大的物体挡在中间，并且要刚好以接近地球的绕日轨道速度移动，才能维持遮光3天。这在天文学上几乎不可能，因为这么大的物体早在几年前的天文观测中就会被发现，除非它是会主动移动、主动隐形的东西，比如外星飞船，比如金字塔形状的飞行物。第二种，超级火山爆发。1815年印尼坦博拉火山爆发，把几十立方公里的火山灰送进平流层，导致1816年成为无夏之年，全球气温骤降，欧洲农作物失收。再往前推 7.4 万年，苏门答腊岛的多巴超级火山爆发，据说让地球进入了长达好几年的火山冬天，人类差点灭绝。但即使是这种等级的火山，也没办法制造出3天伸手不见五指的全球黑暗，它造成的只是太阳变暗，气温下降。所以单纯的火山爆发也很难对应预言中那种摸得住的黑暗。第三种，太阳风暴。1859年9月1日，英国天文学家卡灵顿观察到史上最强的太阳风暴，现在被叫做卡灵顿事件。当时造成的地磁风暴让全球电报系统瘫痪，部分电报员手指被电击烧伤，极光甚至出现在加勒比海。如果同等级的太阳风暴在今天发生，全球电网会在几分钟内烧毁，所有卫星全部失效，人类文明被打回19世纪。可是太阳风暴本身不会让天空变黑，只会破坏电力。倒是一个有意思的对应点，太阳风暴爆发之后，唯一能用的光源就只剩蜡烛、手电筒、LED、手机，全部一起熄灭。这时候，除了蜡烛以外，不要使用任何人造光源。这句话在物理层面瞬间有了解释，因为已经没得用了。第四种，宇宙沉云。地球太阳系正在以每秒100多公里的速度穿越银河系，理论上可能撞进某片密度高的星际沉云，遮挡部分阳光。但这种事件以宇宙时间尺度发生，不会在2026年6月6日突然开始又突然结束，刚好3天。第五种，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可能是物理规则本身被某种更高层的力量暂时改写。在这种解释下，3天黑暗不是发生在我们熟悉的物理空间，而是发生在我们熟悉的物理空间之上。某些东西在这3天下降到地球，光线无法穿透现代电子设备失灵，唯有最原始的火焰之光得以存在。听起来像是科幻，但这恰恰是天主教神学家和许多古文明预言的解读方向。摩西的第9灾本来就被圣经描述为这黑暗似乎摸得住，这不是一句文学修辞，而是一个极其反常的细节。如果只是火山灰或是浓雾，黑暗不会摸得住。摸得住的黑暗意味着它有实体、有质量、有形状。把这5种可能拼在一起，你会发现一件事：2582的5句警告几乎涵盖了人类目前所有对于3天黑暗的科学猜想和神秘学猜想。不要看它们对应外星接触或恶魔显现，不要抬头看天上金字塔发出的光，对应 UFO 目击或天主教中的天上异象。除了蜡烛以外，不要用人造光源，对应太阳风暴造成的全球电力瘫痪，或者规则翻转之下的能量限制。待在家里，对应任何形式的灾变应对守则，从美国军方民防手册到中世纪瘟疫时期的居家令，你已经被警告了。这是所有预言文体共通的结尾，它就像一个套餐，把所有可能性都打包了。2026年的春天，蜡烛真的卖翻了。
如果上面这些都是纸上谈兵，那我们来看点实际的。2026年春天，这条5年前的预言开始以惊人的速度2度引爆。先是亚马逊、乐天、淘宝等电商平台上，蜂蜡蜡烛的搜寻量在4月份单月暴增300%，部分品项断货。日本网友把这种现象戏称为蜡烛难民，因为很多年轻人从来没买过蜡烛，根本不知道哪里能买到没有香精的纯蜡烛。在台湾社群平台上开始出现大量末日清单分享，从干粮、瓶装水、急救包到对讲机、化学荧光棒，每一份清单下面都会注记一句，记得备几根蜡烛。更诡异的是，部分国家的官方民防部门虽然没有正面回应这条预言，却在这段时间频繁推出居家防灾宣导，提醒民众准备72小时应急包。瑞典、芬兰、立陶宛这些长期跟北约合作的欧洲国家，今年3月集体更新了民防手册。虽然官方说法是针对战争与停电，但网友早就把它连到2582的预言上。宗教圈子里，这条预言更是已经沸腾了好一阵子。传统派天主教社群这几年一直在贩售经过神父祝圣的蜂蜡蜡烛，命名为3天黑暗应对蜡烛，包装上印着安纳太极的肖像。在拉丁美洲、菲律宾、波兰等天主教信仰深厚的地区，这款蜡烛的销量在2026年第一季度成长到历史新高。某些教区的神父甚至公开呼吁，无论预言是否成真，提醒信徒准备这份蜡烛，至少能让他们在心灵上有所依靠。你看，这已经不是一条冷冷躺在 TikTok 上的影片，它已经渗透进真实世界的物流、宗教、行为。在6月6日还没到来之前，就已经改变了几百万人的某些习惯。一条预言能不能应验是一回事，但它能不能改变人的行为，这是另一回事。从这个角度看，2582其实已经赢了。那我们到底要不要怕？朋友们，讲到这里，我猜你心里已经开始盘算要不要去买几根蜡烛了。我必须说，从理性的角度看，2026年6月6日当然有极大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历史上被疯传的世界末日预言，从1999年诺斯特拉达姆式的恐怖大王，2000年的千禧虫，2012年的玛雅末日，2017年的尼比鲁撞地球，全部都没应验。网络上的未来人账号十有八九是在博流量，而那些古老预言大多都是隐喻，是当时的神秘主义者用来提醒世人改邪归正的修辞武器。但我也必须说，这次的气氛跟以往不太一样。一是时间点刚好，安纳太极在19世纪预言，这场3天黑暗会发生在大瘟疫和大革命之后，世界即将走向大转折的那个年代。从2020年的全球瘟疫，到接下来几年的中东战火、东欧战火、台海紧张，世界局势确实处在一个多灾多难的关口。二是预言之间的吻合度太高，摩西的3天黑暗，安纳太极的3天黑暗，推背图第46项，未来人2582，4个独立来源，横跨3400年，讲出来的细节高度一致，从持续时间、外面的危险、室内的庇护，到光源的限制，全部对得上。这已经不能用巧合来解释，要么是后人超前人，要么是这几组记载都映射到同一个真实事件。三是现代科技正在前所未有的依赖电力与电网，如果真的有什么事件发生，无论是太阳风暴还是别的，现代人在没有电的状态下，3天足以让整个社会瘫痪。从这个角度看，预言中那句除了蜡烛以外不要使用任何人造光源，不需要任何超自然的解释，只需要一场大规模的太阳风暴就足以实现。所以我给的建议是这样，怕没必要，但准备一些蜡烛、火柴、瓶装水、罐头、急救包，本来就是任何家庭都应该有的基本储备。不是为了2026年6月6日，而是为了任何一个你不知道会不会来、何时会来的明天。从太阳风暴到地震，从停电到台风，准备这些东西的成本远远低于不准备带来的风险。至于那5句警告，我倒是觉得，无论2582是真未来人，是高人布的局，还是只是想红的网红，他选的这5句话本身就是一份浓缩的人类集体记忆。摩西时代如此，安纳太极时代如此，唐朝袁天罡如此，2026年的我们也许依然如此。当大事真的降临，最古老的智慧反而最可靠。
待在家里，点起一根蜡烛，跟你爱的人在一起，静静等待天明。这也许才是这条寓言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恐慌，而是提醒。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多么进步，人类在面对真正的黑暗时，我们手中能依靠的从来都不是手机，也不是电网，而是最原始的火光和身边那个愿意陪你一起点亮蜡烛的人。朋友，再让我说一个小故事作为今天这集的尾声。1780年新英格兰黑暗日当天，麻州康乃狄克州议会正在开会，中午12点半，整个议事厅陷入黑暗，议员们纷纷要求散会回家陪家人，因为大家都以为末日来了。当时在议会担任议长的一位老议员亚伯拉罕·达文波特缓缓站起来说了一段话。他说：先生们，今天若不是末日，那我们就应该继续开会。如果今天就是末日，那我希望被神发现的时候，我正在做我该做的事。然后他下令把蜡烛点起来，继续处理当天的议程。这段话200多年来被人反复引用，因为它指出了我们面对未知时最体面的姿态，不是慌张地往外跑，也不是瘫坐在地上等死，而是点起一根蜡烛，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2026年6月6日，无论是天昏地暗，还是太阳如常升起，无论是天上真的出现金字塔光芒，还是只是又一场网络虚惊，无论摩西、安纳太极、袁天罡、未来人2582，他们究竟对齐到的是同一个真实事件，还是同一个古老焦虑？到那一天，我们每个人能做的其实没有太大差别，点起蜡烛，守好家人，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2026年6月6日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无论发生什么，我希望那一天你都在你想在的地方，跟你想在一起的人旁边有一根蜡烛，有一份从容。毕竟2582说了，你已经被警告了，警告的内容不只是黑暗，也许还是珍惜光。